你以为中美休战是双方都在退让让步，但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习近平打出稀土这张王牌，想用战略资源当筹码，拖住华府的制裁攻势。川普却没照剧本走，一手反将拖字诀彻底破解。是王牌还是独牌？是制衡还是自爆底牌？中美贸易休战背后藏着一场国际赌局的暗战与算计。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场稀土战争的真正剧本。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在《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媒体看来，稀土是北京所占据的优势，可以主导中美贸易休战进程，也是向美国弹性施压的筹码，但不是一张不败的王牌。一旦用力过度，美国就会建立自己的供应链，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用稀土金属制成的磁铁对当今制造业至关重要，电动汽车、海上风力涡轮机、无人机、导弹、战斗机都需要这种磁铁。6月11号达成的中方稀土与磁材出口协议，真的能满足美国工业需求吗？在矿物专家们看来，北京不会让大型汽车公司大量囤积磁体，所以不太可能发放足够的出口许可证。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北京真的放宽了限制，企业对特定磁体的需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如果汽车制造商改变了电机设计，那就需要不同类型的磁体。与民用制造相比，军工企业面临的挑战最为严峻。美国军工企业已逐渐弃用来自中国的磁体，军用级磁体要完全不含来自中国的磁土成分几乎办不到。总部位于新加坡的韩理士基金会的贸易政策主管戴博拉·埃尔姆斯说，北京非常清楚自己的优势，在必要时他就会动用这个能力。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关键矿物安全项目主任巴斯卡兰说，中共会希望继续持有其谈判筹码，任何已达成的协议都可能被撕毁，美国公司依然面临很大风险。不过，川普总统对此一点都不担心。6月11号，他在真相社媒上的贴文中写道，所有的磁体和任何必要的稀土将由中国先提供。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在6月1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阐述了川普的后续声明。他说，在这个日内瓦协议之外，中国已同意向美国开放市场。莱维特还说，川普总统正在审查正在推进的协议的细节，而且美国正在全面遵守日内瓦协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1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美经贸磋商答记者问时，强调了两国元首的战略指引，对开放市场问题只字未提。同一天，中共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说的话与林健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很官式地谈到稀土的问题。纽约时报6月12号的一篇报道认为，习近平还是在耍弄拖字诀，想拉长与美国的谈判进程，利用对关键矿产的控制争取时间。在纽时看来，中共打出控制关键矿产的王牌，是将重点引导到旷日持久的谈判上，而不是具体成果。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曾在中央情报局分析中国政治的乔纳森·兹因表示，中共对这种回到原点的循环非常适应。他认为，这让美国所关心的不公平非市场政策无法取得进展。时政观察人士、台湾资深律师童文勋则认为，川普实际上一直把握着美中贸易谈判的方向。川普的谈判团队非常专业，他们知道怎样进行目标管理，为了达到川普总统所要的目标，如何划定谈判框架，并在框架中收割战利品，这是一种正规军的打法，确保对手履约，从而一步步接近目标，消除贸易逆差，解决不公平贸易，让中共开放市场。因此，主导美中贸易谈判的是美国，而非中共。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也认为，当然是美国在主导。首先，
4月2号是美国川普总统发起的这个对等关税。那实际上最开始发起以后呢，全球180个国家都是各种各样程度的响应。中共最开始是彻底拒绝的，完全置之不理，说反对美国的一个关税，根本不想理。后来川普又不断加码，把中共拉到了谈判桌上来。当然后来在日内瓦谈判中，我们知道谈判破裂，中共又不谈了。然后呢，美国又施加了一些报复措施，中国也加了一些报复措施。后来又谈了，又继续下去，到今天达成协议了。基本上是美国在主导，因为美国手里有牌。那中共呢是用了稀土作为一张牌，有一定的效果。大家都知道了，稀土呢一点都不稀少，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美国有大量的稀土，但是这个东西开采起来很费劲，要用很多化学品，污染严重。而中国呢不怕污染，或者是说宁肯就让老百姓承受污染的后果，所以呢他在开采这些重稀土。而现在这个重稀土正好赶上了电动汽车的热潮，因为电动汽车需要强磁铁，强磁铁呢也需要这些重稀土，所以中共呢实际上是赶上了这个热潮。其他国家呢现在就是说因为环境污染的问题和成本的问题呢没有去开采，所以中共这一招呢是确实是有用，让这些美国汽车公司呢对川普施加压力。现在开始显然解决了，因为川普是用中国先留学的办法就把这中共稀土要挟呢化解的。现在有6个月的稀土的不限量供应，所以我相信很多公司会大量的购买，甚至6个月赶紧多买。中共用这个作为一个武器呢，这个牌呢现在虽然有效，但是已经被中共打烂了，并且呢世界也相信中共是不可信的，因为它反复无常，并且它以后还可能再度拿出来。所以我相信这个从西方各国外界来看，要真正摆脱中共的控制，我们必须找其他的方法来提取这个稀土，或者找到其他的方式呢，其他的金属元素也好，什么元素也好，来代替稀土来做这些磁铁。因为不然的话，这个世界呢总是会受到这个中共的要挟。中共这个牌也是打完以后呢，这个牌基本上就名牌了，不太再好用了。中共其实你看，除了这个稀土，这也没什么其他的办法。但是美国的实际上它的牌还很多很多，并且可以出新的牌。最关键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两个国家的经济谁更依赖于谁的问题。美国不那么依赖中国，可能会依赖一些稀土或其他一些有限的东西，但是中国呢是大量的依赖美国，并且中国在占便宜，占了大量的税差，所以川普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消除这些非关税壁垒。看来有些媒体是过于放大了稀土的筹码作用，以为这就可以主导贸易谈判，但这终究是剑走偏锋，是中共惯用的游击手法，比不上川普的正规军，气势磅礴，压倒一切。你又怎么看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